中国正在悄悄上锁，给的不是监狱的铁门，而是那些原本可以自由出入国门的高端人才的护照。这一切始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通知。2025年6月，一纸递交掌握专业技术员工名单的命令，突然降临在中国稀土行业每一位技术人员头上。那些本该在实验室研究配比，在工厂车间调试配方的工程师、博士、专家们，现在多了一个额外任务：上交护照，不得离境。他们没犯罪，没贪污，没叛国，只是太懂技术了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最新披露，中国商务部要求所有涉及稀土产业链的企业必须上交一份名单，谁掌握核心技术，谁熟悉加工机密，谁曾出国留学，受过外国培训，一个都不能漏。目的很明确，防泄密，防出走，防技术外流。而结果却触目惊心，部分关键技术人员已经被强制交出护照，企业负责人必须将这些护照交由相关部门统一管理，任何出国申请必须逐级报批。稀土行业的人突然变成了国家资源，行业专家成了国家人质，我连儿子的毕业典礼都去不了。一位拥有15年稀土研发经验的中年工程师悄悄说，公司通知不允许申请签证，护照已经被收走，理由是国家需要。这不是个案，类似的限制早已在公务员系统、国企高管、军工科研、金融领域悄然实施。但如今，连制造磁铁的工程师也成了敏感人员。人不是罪犯，却失去了出国的权利，仅仅因为他们懂得把一堆矿石变成国家战略武器。这比任何法律惩罚都更加可怕，因为它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实施的集体束缚。稀土是国家命脉，还是人肉筹码？从无人机、战斗机到新能源汽车和风力发电机，稀土磁体已经成了工业的灵魂。而中国几乎控制了全球90%的稀土磁体产量，是优势，更是锁链。2023年底，中国出台新规，禁止出口用于稀土加工的某些技术。2024年9月，一位中国公民因将稀土储备数据卖给境外，被判刑11年。2025年4月，北京再出重手，将7种稀土及其制品列入双重用途出口许可清单，等同于战略物资。每一步都在强化一个信息：稀土是武器，是战略，是核心命脉。但没人敢说出来的真相是，在国家用稀土与世界博弈的时候，最先被当成筹码的是那些技术人员的人身自由。为什么突然收护照？表面说是防止技术外流，实则是因为近2年高端人才集体出走的趋势已让中南海焦虑到了极点。一组数据刺眼的让人坐立不安。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报告，2024年中国出国定居人数较2023年暴增43%。在所有移民群体中，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比首次突破60%。技术类人才移民激增，其中以稀土、半导体、新能源3大方向为主。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等国签证审核中，中国高科技行业背景已被默认为优先人才。换句话说，北京当权者最怕的不是稀土泄密，而是人彻底离心。人才带着技术和资源跑了，才是根本威胁。于是提前收走护照，堵住最后的逃生通道。中国不是没稀土，是自己不让稀土出去。2025年5月，中国稀土磁铁出口环比暴跌 52.85%， 同比暴跌 74%， 创下自2012年以来最惨纪录。什么原因？不是美国卡脖子，也不是西方围堵，而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出口困境。检测机构瘫痪，一纸必须检测稀土含量中微量低特元素的命令，
让全国稀土实验室陷入超负荷运转。报关代码混乱，统一的国际 HS 编码根本无法区分受控与非受控材料，导致口岸全部卡住。许可证制度陷阱，双重用途审批造成申请文件堆积如山，甚至出现一个许可证等90天以上的荒唐现象。人为刁难升级，即便拥有合法文件，也逃不过海关例行盘查，被退单、扣货、罚款成为常态。结果就是中国人自己把出口堵死了。就连稀土出口商也承认，不是市场不需要，是中国根本送不出去。北京的算盘是用稀土卡美国的喉咙，但现实是美国、日本、印度、欧盟的工厂正在集体停摆，原因不是被卡，而是供应中断。比如，美国通用汽车已宣布部分车型减产，日本 TDK 公司紧急发布通知，稀土磁体库存仅够维持6周。印度国防部暂停某导弹项目量产计划，原因是稀土磁体缺口。德国博士电子预计，部分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将延迟交付3个月。这不是对手的胜利，而是中国自己的失控。而北京试图用护照禁令、出口限制、技术封锁守住的，不是经济主权，而是一个正在失速的技术帝国幻想。中国的稀土之所以能占全球90%，从来不是什么天赋异禀，而是因为别人不愿意做的，中国愿意压价内卷做到极致。欧美不搞稀土，是因为环保成本太高，矿区污染触目惊心；日本不搞稀土，是因为工人技术培养周期太长，利润太低。但中国搞，是因为矿主为了活下去，不惜压低价格；地方政府为了税收，睁只眼闭只眼；工人没有话语权，污染病死都当成代价。根据2023年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数据显示，中国稀土行业平均利润率不到 3%， 超过 70% 的中小型稀土企业在亏损边缘徘徊。而因污染致癌病患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西赣州、内蒙古包头、四川凉山等地。也就是说，全球依赖的稀土磁体背后是中国最底层工人的血汗、病痛与沉默。而如今，这个以廉价环境成本堆砌出的优势，反而成了当权者试图维稳、封锁、管控的筹码。当整个国家靠锁人护照来维持技术霸权时，所谓优势已不再光荣，而是耻辱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拥有一本中国护照是身份象征，但今天在某些系统下，它更像是一张被监控的通行证。你去哪要批，你不交回来不行，你回国晚了解释，你曾接触外国人报告。而对于稀土、半导体、军工、生物、AI 等敏感行业的专业人士而言，他们手里的那本护照已经从出行工具变成了风险信号。这不是防泄密，是防出逃；不是国家培养人才，而是国家圈禁人才。一个开放社会靠的是信任和制度，一个焦虑政权靠的是抓人和关口。北京的逻辑永远是只要人不出去，技术就不会出去。但他们忘了，心早就飞了。人被限制，技术会留下吗？不会，因为真正的创新不在实验室，不在矿区，不在管控名单里，而在那些不被信任却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心里。人才出走从来不是带着硬盘离境，而是用良知和追求跨越国界。而他们用一纸护照能拦得住什么？2025年，中国正一步步重演自己封锁自己的旧剧本，用出口管制吓跑投资者，用技术封锁激怒盟友，用护照收缴逼走人才，用审批困境毁掉产业链。日经亚洲直言，北京正在用20世纪的封闭手段
处理21世纪的全球产业问题。而《华尔街日报》则更尖锐地指出，北京更担心的是人们带着脑袋跑了，不再回来。是的，经济封锁可以靠谈判解决，技术封锁可以靠研发突破，但人心的流失是永远不可逆的。别再说这是少数特殊群体，因为今天是稀土工程师，明天就是芯片设计师，后天是金融分析师，再后来是程序员、医生、律师。当这个国家用收缴护照、名单管控、审批出境的方式来维持技术安全，只能说明一个事实：技术没有让中国更自由，反而让它更惶恐。当你看到一个稀土工程师因懂太多而被禁足，当你看到一个中产白领因工作敏感而被限制出境，当你看到护照变成监控工具而不是通行证，你会明白，问题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生在这个时代、这个体制下。未来的技术不会来自封闭的名单，不会长在被圈禁的心灵里。真正伟大的国家是能让人自由进出，却依然愿意留下的地方。很遗憾，2025年的中国正在与这样的未来背道而驰。